我们今天分享的这3只股票虽然来自于不同的板块，但有一个共同点：火箭信号、庄家点火的起点、庄家控盘、趋势延续的保证、结构转折点、散户低吸的机会。如果你能把这3个关键点结合起来，就能清晰地看到市场的脉络，也能大大提高自己捕捉牛股的胜率啦。第二个黑马实战案例0339 CBH。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只很多人之前可能完全没有关注到的股票0339 CBH Engineering。 这是一只次新股，今年1月才刚刚上市。不过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，它一上市并没有直接走强，反而在这6个月当中不断的往下跌，低点不断的抬低。所以在这一段时间，你会看到很多庄家在里面布局，开始吸筹，价格还一度跌到0.20在哪。所以当时这一边是完全没有庄家，走势转折点出现在那里。你会看到7月10号的时候出现了一根的火箭信号启动，随后资金开始逐步的流进啦，庄家控盘力明显上升。从这一刻开始 ，CBH 的走势彻底摆脱了之前的低迷，逐步走出了不断创新高的行情。对于一只次新股来说，这个过程非常关键，因为它意味着前期套牢的筹码已经被消化，而庄家有意愿、有能力把趋势拖起来。后续一旦有量能配合，往往是会加速上涨的。我们甚至可以在周线图很明确的看到，在7月11号的时候还出现了红色的进攻 K 线，只要红色蜡烛被突破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关注。而蓝色蜡烛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让我们继续持股待涨啦。而且在这一边，庄家还是不断的增加，紫色线一直在红色柱子里面，甚至后续散户完全消失。再来看看基本面 ，CBH 的主营业务是电气工程、机电服务、工程服务和国家基础建设、电网升级、可再生能源发展都有直接的关联。这个行业天然具备政策红利和长期需求，市场题材也容易被放大。作为一只次新股，它的成长故事和溢价空间呢，更容易被市场炒作。当然，风险同样存在，项目执行和回款周期会影响到现金流，而行业内的竞争和成本上涨也可能压缩利润的空间。作为次新股，它的波动性也会更大。所以在操作策略上，还没进场的宝宝们不要追高，等到再次出现回调后的进攻 K 线或蓝色三角形信号，再分批布局。而已经持有的朋友就盯紧保护线，尤其是当价格进入结构化或9区域时呢，一定要警惕可能会回调。而目前它已经突破上升结构9了，所以只要这一边庄家继续上车，庄家继续控盘，我们在场内的宝宝没有跌破白色线，就继续持股待。黑马实战案例0166。接下来我们讲的第3只股票0166 Inari， 可以说是科技股里的一只老牌将军。但是大家也知道，它之前其实经历了一段非常漫长的横盘整理，很多投资者可能在这段时间失去了耐心，觉得它没戏了。但是就在这个星期，Inari终于再一次发力了，股价一举突破，直接来到牛熊分界线的位置。而且今天更关键，出现了牛2抬头的信号，这就意味着趋势有望进一步延续了。从技术面上看，长期横盘意味着筹码沉淀得很扎实，浮动筹码被消化，庄家控盘的味道越来越重。突破牛熊分界线，这是趋势由弱转强的重要标志。牛2抬头信号呢，则是在确认突破之后的第2次发力，往往是主升浪的前奏。从基本面来看Inari 本身的优势是很明显的，它深耕于半导体、封装、测试领域，是马股科技板块的龙头之一。
业绩和客户资源都相对稳定。随着全球半导体需求回暖，它的收益程度是很直接的。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在星期四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一个Inari夺宝奇兵也看到了进攻 K 线的出现了，这个就是爆发股的一个特征。随后只要我们关注的这一只股票，只要它持续出现蓝色蜡烛，我们就继续持股待涨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操作呢？如果你之前错过了横盘的阶段，现在看到突破，可以分批跟进，因为这一边白色线也是一个压力位，但要注意不要满仓 all in 哦。如果你手上已经持有，那更要学会以利润奔跑，跟随趋势，不要轻易被短线震荡下走。一句话总结，Inari在沉寂已久之后，终于出现突破加牛二抬头，趋势正在加速确认。只要接下来能守稳在牛熊分界线之上，它完全有机会走出一波更大的行情。我们今天分享的这3只股票虽然来自于不同的板块，但有一个共同点：火箭信号、庄家点火的起点、庄家控盘、趋势延续的保证、结构转折点、散户低吸的机会。如果你能把这3个关键点结合起来，就能清晰地看到市场的脉络，也能大大提高自己捕捉牛股的胜率啦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只股票在近期的走势。目前它今天已经是进入第一天庄家完全控盘、散户消失的状态。今天还上涨了 3.45%。我们先看一下时间点，在9月12号的时候，通过我们夺宝奇兵的工具，已经清晰的看到疯牛出栏的状态。同一天，静态软件同步也出现了红色进攻 K 线，牛股爆发点。果然，隔天股价直接来一个的跳空高开突破，从这一根红色进攻 K 线算起，到目前为止 Notion 已经足足上涨超过51%了。可能前面你没有注意到这个启动点，但是记住一句话，真正的牛股总会给你第2次上车的机会。比如在9月18号 Notion 又出现了蓝色三角形买入信号，而且当天依旧是来一根的跳空高开，庄家控盘的意图可以说是毫不掩饰。随后股价连续7根阳线累积涨幅又超过30%。接着在9月23号的时候，软件再次出现个皇太极，但是皇太极很快就已经被突破了。在突破皇太极的时刻，趋势就从此彻底转强，这一波成交量持续放大，庄家进场是越来越明显的，红利指标清楚展示了完整的节奏。在这一波下跌的当中，庄家是开始吸筹，开始放量突破，甚至出现蓝色三角形进场信号。后续还有火箭来告诉我们，这一个股票会有冲力的爆发力了。后续是不是有庄家在持股待涨？所以现在我们 Notion 这一只股票已经来到上升结构3，也就是说上涨的空间依旧存在。接下来我们只要突破这个红利彩虹牛熊分界线的压力位，就会有机会继续走强了。只是大家一定要小心，目前可能会有短期的回调，因为目前已经出现红色风险提示了。KLCI 指数走势技术分析。先来看看大盘的走势 ，KRS 今天一开盘就来了一个跳空高开，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指数反而是高开低走？这其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，在行情已经累积了大幅上涨的时候，哪怕盘中再强，也要谨慎对待追高的冲动，因为市场往往会用这一种高开低走来测试追高者的耐性。我们来看日线图，今天已经来到上升结构8号，大家都知道结构8一般意味着有趋势接近尾声，短期随时可能进入震荡甚至回调。周线图更加明显，已经来到上升结构9，换句话说，
大方向也提示我们这个位置最高的风险远大于机会。但这里不要误会，不代表趋势就结束了，相反的，趋势依旧在，只是接下来市场随时可能用一段回调来洗掉浮动的筹码。对于我们来说，这恰恰是一个机会。